蓝的骗自己说他没有丢掉大陆，红的骗自己说他已经统一台湾，最后被绿的骗了台湾人口口 say 嘛，台湾人现在都以为我们就从土地迸发出来，我们400年台湾史都是外来政权，我们的祖先是南岛民族。为什么最近台独派这么嚣张？因为第一个他第3任期开始了，第二个美国给了充足的绿灯啊，他希望两岸发生战争啊，美国吃定了一件事，只要开打就可以极限制裁中国，然后我就可以来收割中国的盟友，只要老公一发动战争，马上说你看中俄就是邪恶联盟，他也不会下场，他就希望你困死在台岛上。赖清德看到的是，阿比亚是建逃啊，国军变台军，那这样子美国就可以来支援，所以就会产生中美新冷战，台独的既定事实就造成。1885年的时候，台湾成为中国当时最新的省份。1894年，中国打输了甲午战争，日本人在1895年把台湾反抗力量消灭。台湾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的丢失是中国的衰弱所造成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为什么最近台独派这么嚣张？因为第一个他第3任期开始了嘛，所以他有底气嘛。第二个，美国给了赖清德充足的绿灯啊，他希望赖清德现在立刻马上搞台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希望两岸发生战争啊。从俄乌战争的一个例子来看，美国吃定了一件事，只要开打，战争越拖越长，那就有一个优势，什么优势？就是它可以极限制裁中国嘛。那中国的海外资产就像俄罗斯一样任它宰割，那中国的盟友就会被它剥离出来，变成美国的盟友，然后我就可以来收割这些盟友。赖清德这个叫纸老虎论吧，大家都听过嘛。半只纸老虎是什么？半只纸老虎就是美军看共军，他觉得共军是半只纸老虎啊，他大概可以渡海，他大概可以登陆，但他没有办法马上吃下台湾，会城镇战泥淖化，就像俄罗斯一样，一个村一个村，一排房屋一排房屋，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去打死你。照现在俄罗斯啃楼的速度啊，俄罗斯真要把乌克兰灭掉，打到利沃夫这样好了，打到西边大城利沃夫啊，我看再打个10年也打不完啦。这就是美国看到的东西嘛。所以台海战争不要久了，有了俄罗斯在前面铺垫，只差呢，只要老公一发动战争，马上说你看中俄就是邪恶联盟，邪恶轴心，中俄朝伊，中国、俄国、朝鲜、伊朗，邪恶轴心，全部大量制裁，然后海外资产没收，他也不会下场，他就希望你困死在台岛上，不要长，半年就好，1年就好，都可以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半只纸老虎论嘛，因为他看不起共军嘛。赖清德看到的是，阿比亚是建逃啊，我这讲过好几次嘛，他认为美国是白痴啊，美国人觉得共军是半只纸老虎，我告诉你，共军就是一只纸老虎，绝对不敢打，但有一个先决条件，第一个，这个同岛一命，第二个，国军要变台军，那这样子美国就可以来支援，所以就会产生中美新冷战，所以我这叫3个战争阶段。第一个叫做民主内战，全面发动对在野党的清剿，包括在街头运动上就搞青鸟嘛，在猎杀上面就搞什么？搞第5纵队猎杀嘛，像沈伯洋天天喊第5纵队，喊到呢嘴巴破了还继续喊，那目标嘛，老板交代的嘛，他为什么可以当这个立委，就是来抓第5纵队的嘛，这是赖清德心里面的计划嘛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两岸就对战嘛，一旦发动民主内战，就是直接连结两岸内战。民居正黄伟汉这节目就在干这事吗？把两岸的空间就像一个，要么打，要么投降，他没有告诉你说，和平有很多种方式啊，过去和平方式好像都是假的，马英九时代的和平是假的，甚至呢，这个小蒋最后开放大陆探亲那个和平也是假的，没有，就台湾人跪下投降，男的抓去黑龙江劳改的免钱劳工当奴隶，女的呢抓去给他们当金盆，那小孩子呢，通通奴隶当童工，就好像他们就讲，他们心里面想的就这个嘛。所以呢，民主内战的目标就是引发两岸对战啊，两岸对战但不是征战，好，那就可以讲，就可以高喊抗中保台，台湾独立啊，台湾独立先收着，偷不喊，喊一半啊，然后呢，美国就进入，美国一进入之后呢，就中美新冷战，中美一新冷战，台湾就在冷战世界的另外一边，台独就造成了，台独的既定事实就造成了。今天为什么两岸会发展到这种程度，台独会这么嚣张？很简单嘛，你今天不想因为台独而发动战争的人，就是一大堆投降主义者嘛，一大堆自己觉得自我检讨是最对的，你为什么不先想想，如果你真有错你就改，但如果你没错，你应该大声把你没错部分讲出来啊，这边说什么说，就是一群废物嘛。那今天就台湾就是这样嘛，一个党呢对于两岸论述直接躺平，还在那边检讨自己，废物。一个党呢每天左闪右闪，左躲右躲，讲了半天也讲不清楚到底两岸是什么，连讲两岸一家亲的党员都要被送去考纪会，废物。
但所以那就剩一个党啦，只有一个党最大声喊出他的主张嘛，林北台独，那你当然人家就最大声嘛。那还有一个党在对面嘛，那个论述也不更新，也是废物。到现在永远只会讲说，哦，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一部分。我跟你听吃，实在不想吃讲很难听啊。但这种论述，那谁理你啊？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到距离台湾在康熙被施琅征服，真正并入中国版图，上下相距1900余年啊，将近2000年的代差，你说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一部分，我们笑死人！这种论述不会有人听得进去嘛？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为什么对于现在这些论述，我也懒得，我会觉得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因为吵这个没有意义，我也懒得跟你吵，因为你要强加你的观念在我身上是没有用的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台湾不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之所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，是因为清朝的时候灭亡了在台湾的民政政权，把台湾的民政政权给灭亡了，正式并入了中国的国土。到了1885年的时候，才有正式的建省。正式的建省之后，台湾成为中国当时最新的省份。一开始的名字叫福建台湾省，但是呢，财政上一部分给养于福建的支持，因为建省初期没钱嘛。但是同一时间，第一任省长叫刘铭传，他加速建设台湾，所以台湾出现了什么？台湾出现了下水道，出现了电报，出现了电灯，出现了现代化的街道规划，出现了火车，甚至还有自来水的雏形，只是还没有开始过滤，只是从井里面抽水，但是已经配管了。成为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省份。但这一切的发展在1894年中国打输了甲午战争之后，被日本人在1895年以这个条约加上武力的形式把台湾彻底给消灭，把台湾的反抗力量消灭。台湾当时反抗力量是什么？叫做台湾民主国。所以打了非常多可歌可泣很惨烈的一个事情。台湾抗日三猛还有什么江少祖这些的，都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被日本人消灭了。所以台湾这个领土是以省的整个承建制的丢失，而这个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已经衰落不堪，连自己过去碾压的邻居叫日本都可以来碾压中国，所以台湾的丢失是中国的衰弱所造成的。所以当中国重新强大之后，已经早早被中国纳入核心领土层之一的台湾省，那就会一定是要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什么时候他会重新回到中国的里面？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这不是你统派独派你可以去逃避的问题嘛。所以你也不用质疑我是统派独派，因为我不会，因为我对我来讲，就读历史来讲，那根本不重要。你个人意思是你扭转不了这件事，它是从一个历史的大势来看。就台湾这样的一个距离，这样子在这个从清朝之后，从施琅攻克了台湾之后，中国取得了台湾的土地，然后到了1885年的时候建省之后，台湾成为核心领土。它是因为中国的衰弱而丢失，也会因为中国的强大，那可能会回到中国的范畴内。更况且乎，台湾本来就已经回到中国的领土内，因为在1945年当时的昭和天皇的投降的诏书上面就写得非常清楚，依据四国公告投降。四国公告就是波茨坦公告，就是这样。那波茨坦公告就是什么？美中英苏四国公告。波茨坦公告里面写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依据开罗宣言处理台湾问题。那开罗宣言，这个开罗宣言是什么？就是日本从中国人偷走的领土，包括曼丘利亚啊，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台湾，还有澎湖群岛。所以这就是历史事实。那这些历史事实呢，因为两岸呢在争夺这个主导权。1971年的时候，其实1971年以前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没有在联合国里面嘛，所以这个叙述的主导权是在中华民国。那1971年2758决议文之后，中华民国就丧失了在国际主权这个论述下面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讲烂了啦。我总觉得就是说，好好的把两岸的历史事实讲清楚，就是你看红的不要再改了，然后蓝的不要再骗了，这样子啊，绿的才凹不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蓝的要去正视你自己在联合国，你就是丧失了这主导权啊，你是用退出的形式躲避那个丧失嘛。那红的自己要去面对，就是说，在1971年前就是中华民国当时就是没有完成嘛，而且台湾就是因为中华民国打残了，但是没有打死了。然后到1950年就这样子一半，这样子很认真的去论述这个，把事实给讲出来，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，那还能躲到哪里？其实台独今天论述有空间哦，就是红蓝的一起在演一出春秋大梦哦，蓝的骗自己说他没有丢掉大陆，红的骗自己说他已经统一台湾，这是在互相骗嘛？那你要去诈骗多久？
对不对？那所以红蓝互相骗自己啊，互相要骗对方的情况之下，最后被绿的骗死人了嘛，骗的台湾人口口声嘛，台湾人现在都以为自己，我们就从土地迸发出来，我们400年台湾史都是外来政权，台湾人就是主权独立，我们的祖先是南岛民族。